来嘛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套 SS86的大力神星套装，一套让人值得惊叹的产品啊！盒子还是挺大的，毕竟里面的东西有很多。纸品有2大张开页的说明书，这回里边连合体的都带了。一开始我还会觉得意外啊，这一回的套装形式竟然是把拖斗和吊钩2个主体的成员放在了一起包装，所以 SS 大力神的这一套可以说是级别琳琅满目。当然，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官方要把这2个放在套装里边升一个更高的级别，因为它还带了这么大的一坨配件。这个分量啊，配件是要比拖斗都重的，所以这一块的成本应该会很高吧。所以这个套装相当于这里边带的是3个成员。其实单体人形的高度也就是14.5公分左右，放在以前也就是一个 D 级别的单体程度吧。那造型上边来说，其实身材的比例啊，小腿这一块还是显得有一些短。虽然这一款的吊钩已经比前边的2个成员好看了很多了，大腿起码这一块挺长的。大长胳膊，而且该有的可动什么的还行吧，也是比老版的 IDW 的那个要稍微的好啊，没有转腰这一块，因为变形的结构啊，合体考虑到，所以是锁定住的，脚左右有接地。但是吧，前边的这一块小腿板银色的单独处理面，它这个地方卡的其实并不是很好，它中间这里没有结合的锁扣，靠的是什么？边缘的这一个棱。去卡住这个板子，还是一个单面的棱，所以呢这一块会来回的活动，加上现在的这个料子很软嘛，这一块的 C 型框子本身就有一定的柔韧性，插的不老紧的。不过还好的是你放在那儿别动它，基本上没啥问题。然后我们进入这一款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，首先2只脚中间的卡扣结合起来，腿部的这块板联合大脚丫子 Z 字折叠往前提。腰侧面这里有2个扣子和脚背进行连接，定一下位置。接着打开上面的2块板子，肩膀往上折叠一个 Z 字，然后这里的腋下扣子插上，脚侧面这里还和小臂上边有一个扣子进行连接。所以呢，当你在变成车型的时候啊，手是不能折90度进去的，不然这个手指头会顶到这个脚背。这个扣子就结合不上了，是把它翻出来的，合体形态下才是收纳进去的。好，把这里插住，然后这一块 Z 字折叠压回来，固定。啊，这个合体的转轴先放进去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把整个的一个操作室拉起来一个 Z 字往后放，压下去，这2个板子再放回来。那这一辆吊车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怎么说呢，就挺可爱的吧。而且这个吊钩啊，上下是可以活动的，里边其实有一个定位点，只有1档，左右也可以旋转。开盒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插拔的扣子。但是前边的这一块伸缩呢，我试了一下，只能拉这么长啊，就拉不出来了。这个小钩子可以来回的活动一点点。然后来看拖斗，拖斗的这个人形吧，其实相较起它的前辈 IDW 的那一款来说，身材比例有了一个挺好的修正啊，比之前那个强一些了。而且也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宽硕壮大的那么一个拖斗带着它的5个成员，也是因为这一回毕竟合体用到了其他的配件嘛。所以呢，这个身材比之前好了一些，但看起来还是挺胖挺宽的。还是说好听的话，考虑到合体的一个变形结构吧，你这小胳膊小短腿，真的是一塌糊涂，咋想的？你真的觉得这样好看吗？另外我发现一点点，这一块的后背的盖子它并不能折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说不好，反正顶着啊，不管了。打开这个背包的盖子，把它贴上来。前方胸口这一块的盖子打开，其实里边还是有一些不错的细节刻画的。好，全部延展开以后，我们把腰部拆开这方卡扣，往后翻，卡着的地方打开以后，整个的打平，脑袋90度翻下去，再盖这个盖子，相当于隐藏了起来。再把后边的这一块插扣插上，
上边的盖子放下来，胳膊的收纳呢，一个双折叠 Z 字贴下来，接着要从大臂这一块的缝隙拆开扣子，这一块扣的也不是很紧啊，打开它，拳头折进去，往后翻折。注意看腰侧面紫色的扣点，跟这一块插扣侧面这里进行连接固定，卡上去。接着双腿中间的扣子结合一下，脚后跟翻折进去，膝盖的位置这里是有一个挺硬的锁钩，把这两个钩子掰开，再翻转个180度，前方这里会出现2个插点，跟脚心下方进行插合。那拖斗的车型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其实也是没有空边的这个马槽啊，中间还有一个大缝子。武器的收纳方式呢，也是官方很粗暴的，侧面一个窟窿把它插上去。这个还没什么指示插的地方，咱们也就只能插这儿吧，别的地方也没窟窿了。哎，该说不说，车型比人形做的强一些啊。推车滚动还是不错的，轮子基本上都能接地，转起来很丝滑。大小的话，这2台车看着也差不多，但是拖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玩法，就是你后边这一块车厢，双腿打开一点点，把中间的这一个挂槽夹进去。哇，拖斗原来是一个那种装货的翻斗车嘛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拖车。哎呀，加了一节马槽，拖了更多的东西啊。咋说呢，算是一种收纳方式或者搭载的独特玩法吧。满满的一箱子货，嘿嘿，还行。这个我觉得个人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嘛，毕竟大力神在 G1 时代开始它就有着各种的配件嘛，所以86的这套大力神做成了这种裤衩的配件式合体，这个可以理解为致敬 G1 老玩具。更何况我一直在说的，我不怕配件合体，哪怕这些配件组合起来你能变成个啥，在玩法上边多一些，是吧？现在变成这个拖斗后边拉着的这个货箱，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啊，拖起来。还不错。来，我们看看它的合体形态怎么变形吧。吊钩的变形，我们先把这一块折起来。注意这一块的操作台啊，拉起一个 Z 字，往旁边搓一下，哎，搓到侧面去。接着我们需要拆，把后边这里的板子先卸开，上边的这一块整个的拉起来，它是2层的啊。拉开以后，主要是为了解锁胳膊这里边的插扣点。好，把胳膊拉出来，先解锁，肚子下方这里的连接插点翻出来，脚这个地方也拆松。可以看到中段位置大力神的脑袋在这里，我们先把它180度翻到外侧去，主要是挪出来腰部这里解锁的2个外扩的双关节轴，这地方有卡扣啊，把它完全的打松掉，然后就可以把胳膊回归插上去了。这一片拳头往里翻，露出来这个插孔，然后把它90度撇下来。另外的一条胳膊也收回去，注意里面的插孔，拳头折一个90度，后面这里的盖子再回归，把4点插扣都锁上，这块板子放下来。然后现在需要做的是挪动这个双段的关节，在根部这里其实是有插槽的，对应这个扣点，我们把它翻过来插上。另外的半个车头再根据这个转轴转过来，中间的扣子结合固定。这一块有倒钩状的咬合啊，插上去还是挺紧的。再把脑袋翻下来，上面的插槽固定，下方的2个腿板就可以回归了，压进去。脑袋旋转180度，打开脑门，把脸往外折一下，再贴回来。这个脸对于动画片的还原度还是不错的啊，非常86大电影的一张脸。下面我们掏出拖斗，摘开中间的扣子，这一块其实插的也不是很紧，
强摘掉。先打开腿部这一块的卡扣，往后翻折，然后胳膊这里打开卡扣，拆出来。现在需要做的是上边的这个顶盖往后折叠，又有2个卡槽，插在这块结合上去，接着这一块再压平，让这个车顶直接放成这么一个平面。腿部翻折放下来，这里边是没什么插槽固定的啊，卡的位置在哪儿呢？翻出来这2个脚后跟，用这个边缘结合住，挂上它，这样去锁。再来调整一下小臂的位置，旋转一下90度，这里边的空槽和后边这里进行结合，先挂上这一面，然后再和这一块进行一个维度的锁定，插进去。好，拖斗的准备工作，再摘下来这些配件，大拳头给它翻出来，一个套袖，两侧的胸甲翅膀，肚子下方胸甲的中心位置，把这俩翅膀给它插回去。大力神的胸甲，继续来看这个拖车的变形。翻到底盘来，这2个合体的扣子对合插在一起，然后挂钩这里掰松，往下整个的拉，延展开，其实也是一个叠纸片子啊。这个时候顺着这些纸片的折叠角度往起叠，打开前裙甲和大腿上边锁扣的点，齿轮关节把大腿掰下来，裙甲再放平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左右这里竟然没齿轮了，它只是前后的齿轮。首先这一块插脚心，紫色的这一块插驾驶室的顶，胳膊翻起的这一节插中间的洞，3点结合。黑色的小臂和脚心这里一处结合，这一块跟紫色的面板再咬合，一共5处结合，再给它扣上胸甲。该说不说，这个胸口的组合完成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挺帅的，蛮好蛮好蛮好。合体的时候把连接关节放出来，这一块稍微的打开拨一下，插上。胸像就这样摆在这里也挺好看的，就是后边这里啊，也是为了还原大力神的一个书包，但是这个书包也有点太口厚了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好玩的，嘿嘿嘿，哎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脑袋有点顶，好，脚后跟还能支撑呢，不行，这样太抽象了。我发现这里边有一个桩子，可以用拳头握，可以玩成箱。好 ，SS86 大力神合体完成！哇，这个，哎呦，哎，要什么配件包？要什么其他4个成员？这不就是不是？挺好看的嘛！我觉得这个样子才是现在官方设计师要求玩家们的审美概念啊！我这个，对吧？非常的孩之宝，而且就以我这种合体方式来看，看屁股后边是不是没有那个硕大的背包了？身材的比例是不是更对，就站立的很稳定嘛，背后没有累赘的地方。哎，哇哦！太棒了，挺好看，挺好看，挺好看。我觉得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了，不闹了，刚才是属于一个非法的玩法。官方的合体方式呢，把这个大配件的腰部怼进去，插扣，然后后边这个托的位置呢，哎，跟膝盖这里有2个大的插点结合，哇，
这个硕大的书包，其实离身体还非常的远啊。其实你说脱斗这么粗壮的2条腿，完全，对吧？这个胯，图什么许的呢？你算是为了还原 G1的那个背后书包，但这书包也太厚了，上边这里又空了这么多，只能说得不偿失。现在的官方设计师啊，已经开始逐渐向第三方的这些去靠拢了，大裤衩什么的。但是好像大裤衩也没裤衩明白，第三方做大裤衩，为的照顾到的是兼容单体的身材比例以及最后合体的美型。可官方现在呢，用了大裤衩，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堪比单体一个级别人物的成本吧，做出来呢，所以现在的官方玩具啊，你只能看一个面，也就正面看着不错啊，确实挺还原的，挺像动画片里边的样子。但凡你斜一点角度，侧面、背面，就完全露馅了呀！这啥都不管不顾的往后边一扔，就没事了。反正只要注重正面的光鲜亮丽就可以了。但咱也有啥说啥，实话实说，正面看起来确实还原度非常的高，很不错。头雕是这一次非常点睛的地方，很久没有看到还原动画片里边还原度如此之高的官方大力神头雕了。那如果加装上其他的4个成员，身材比例可能就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好了。目前看主体的部分还行，但合体和单体成员一样，也是因为小腿短的一个严重的比例缺失问题吧。这个等最后的成员全部出来，我们组合以后再来看效果。那么大家觉得是官方的这个加大裤衩的合体方式好看呢，还是我刚才开发的那个形态更加完美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